大家好，又到了咱们的围棋入门时间。咱们今天继续学习第4课的内容。第4课内容呢，就是逃出被打吃的子。咱们先看一个实例。先看这个。现在白棋走在这里，那黑棋啊，咱们上一节课的内容就是怎么去提子。如果这时候现在呢，看黑棋如果不下，那下一棋白棋继续走的话，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提掉这个子，可以提掉这个子。所以呢，黑棋如果想不被提掉，那就需要继续走需要继续走。只要往前一长，长一个，这就延出来3口气。那它周围这个我标注一下啊，这个1、2、3，一下子就出了3口气。这个时候如果想吃它就不是那么容易了，几乎是你的连走3口气才能吃的，所以这时候该跑就可以跑出来。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。下面看2个相应的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3角都是3角白3角如何跑？黑棋不能让对方直接提掉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单长一个就可以跑掉了。这俩子也是同理，为了不让对方吃掉，就可以连出来，这样就安全了。我们来看4个例子。现在呢都是3角怎么跑这个带有标有3角标志的黑子如何跑出去的问题。第一个呢走这个没有问题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子也是被吃的状态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一连。那这个呢也是需要把它救出去，一连。这俩子呢，下一期白棋要走到这里就被提掉了，所以怎么样呢？把它跑出去。我们再看这4个例子，同样的也是这个标注3角的子需要逃跑，看看怎么逃跑。第一个呢连出安全了，这个呢也是这俩子不走的话，白棋走这里需要吃的，所以呢这时候也要连出去。这也是一样的，如果黑棋不走，白棋走这里，这俩子就吃了，所以呢这时候黑棋也要连。这个子在对方的嘴里呢，所以要跑，跑。我们再看这4个例子。也是一样的，这个3角的子看一看该怎么处理。第一个呢，把它连着去，这个子也是被吃所以要连。这个子也是一样的，要被吃了，所以要把它连着去。那这也是这个子也是要被吃，所以要把它连着去。再看这4个例子，也是3角子需要把它救出去，看看这个棋该怎么去下第一个呢连住，这个棋如果不走的话，这个要被提掉，所以要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这个呢也是注意那个标注3角的子是不是也是在被对方一手棋就可以提掉的状态，所以这个时候看看应该怎么去处理。第一个呢需要把它连着去，
这俩子也是不走的话，白棋走这儿要提掉了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不走的话，白棋走就提，所以要把它反过来提对方。那这俩子也是不走，白棋就要提，所以这要连。再来看看这4个例子，看看这个三角的子，应该怎么处理。好，第一个呢也是小跑连，这也是不跑的话，这要被吃掉了，所以要跑一个。这个子也是，不跑的话要被提掉了。我们再看最后两个例子啊，同样的也是救出标三角符号的子啊。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连上，这个是这被打吃的状态，所以要把它连上。好，现在呢咱们进入到第5课的内容。第5课呢题目是被打吃，也就是说呢，现在让你来找一找哪一个子是处于被打吃的状态。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子，这个子是处于被打吃的状态，要小心。那么所谓的被打吃啊，就是它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，它只剩这一口气了，别的子啊最少还有2口气，所以这个子是下一期就要被提掉，所以它是被打吃。我们来看看这4个例子，这4个例子呢，他问呢是看一看哪个是处于被打吃的状态。下围棋首先呢就要分清楚什么是被打吃，因为只有被打吃的，那下一步啊才有可能被提掉，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被打吃。我们来标注一下。首先看这个图，这个子呢，下一期黑棋提到这儿就被打吃，就是被提掉了，所以它现在属于一种被打吃的状态。还有呢，这个子也是一样的，那这个子也是只剩下一口气了，它也是被打吃的状态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子也是只有它是处于被打吃的状态。那这里呢，也是这个子只剩一口气，所以它是要被打吃了。我们再看这个，那这个呢也是白棋只剩一口气了，所以这俩子处于被打吃的状态。我们再来看看这4个例子，那他问的呢也是，他问的只问白棋，他问黑棋啊，他光是问白棋被打吃的是哪一个啊？看一看。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子，这个子属于被打吃状态。当然，其实黑棋这子也是处于被打吃状态啊，但他现在就是问白了，问白棋。好，再看这个，这俩子是吧？这俩子明显是处于下一棋被提掉了。再看这个，这个呢，就是这俩子。好，再看看这4个例子，这4个例子是问这个白棋哪个子是处于被打吃的状态。第一个呢，就这个子是吧？只剩一口气了，它是被打吃状态。那么这个呢，那黑棋下到这儿，这俩子就被提掉了，所以这俩子属于被打吃状态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呢，这个子啊，如果不走的话，黑棋下到这儿，这被提掉了，所以这个子是被打吃状态。那这个呢，如果白棋不走，黑棋下到这儿，这个子就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子是被打吃的状态。我们再来看这4个例子，看一看白棋哪一个子是被打吃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子，这个子如果不下，
黑棋下这就被提掉了，所以这个子是被打吃的。再看这个，不下的话黑棋下这儿，这个子就死了，所以这个子是被打吃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子也是被打吃的状态，这里要被提掉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子是，这个子对方一走就提掉了，这个是被打吃。我们再来看这4个例子，看一看白棋哪个是被打吃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子，这个子现在是黑棋下这儿，这个就没了，所以这个要补这是被打吃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子只剩下一口气了这里只剩一口气，所以这个子是被打吃。这个呢，黑棋下这儿，这个子就死了，所以这个子是被打吃。再看这个，这个子如果不下的话，黑棋走这儿就被提掉了，所以这个子是被打吃。我们再来看这4个例子看看哪一个子是白子是危险的。那这个子这个子下不走的话，这个黑棋走这儿也就死了。这个呢，只有这个子只有一口气了看看这个，这个子是剩下一口气，是被打吃的状态。这个呢，这个子对不对？这个子是差一口气，所以它是危险的。好，这也是4道题4道题看一看，分别找一找哪一个子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了，白棋需要救出去。第一个呢，这俩子这只剩一口气了，所以这俩子是被打吃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子是吧，很明显它这里只剩一口气了。这个呢，这个子剩一口气。这个呢，这仨子只剩一口气了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例子，找一找白棋哪里是被打吃。首先看这个，这仨子呢，这里如果不走黑棋下这里这仨子就被提掉了，所以这个呢3子是危险的，被打吃的状态。我们再看这个，一样的，如果不下黑棋下这儿，这仨子就死了，所以这3颗子是危险的。再看这个，那这里面先是2处，这个子如果不走黑棋走这儿被提掉了。那这俩呢也一样，不走的话黑棋可以提，所以这俩也是。再看最后这个，也是这里面这俩子是危险的。那这个子呢也是一样，不走的话这剩一口气。好，咱们再看最后这一组例子看一看白棋哪里是剩下一口气。首先看第一个，这俩子是不是？这俩子只剩下这一口气了，所以这俩子是危险的。至于说他该提这个还是该提这个，这个是咱以后再说咱们只是先知道这俩子现在是只差一口气。我们再看这个，那这仨子就剩下这最后一口气了那该怎么办呢？首先就把这个提掉就是可以的，是吧？跑不出去。好，再看这个。那这俩子呢，明显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这俩子是危险的。那这个呢，这俩子只剩下这最后这口气了。那这个子也是一样的，也剩一口气，所以这个子也是危险的。所以这个这标注一下。那这是全部的今天咱们学习的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请继续关注本频道。
点赞并留言。